男孩发疯似的将货架上的雪糕全部推倒在地，仿佛和这些雪糕有深仇大恨。为了更彻底的发泄怒火，他还抄起一根木棍，把整排的雪糕砸得七零八落。奇怪的是，他只针对某一个品牌的雪糕，甚至不惜捅破冰柜的玻璃，试图将超市里所有该品牌的雪糕尽数摧毁。就在他砸得正起劲时，安保人员及时赶到，才将他控制住。这一切的源头要从昨晚说起。杰克半夜肚子饿了，想去冰箱里找点吃的，却意外撞见诡异一幕：冰箱里的雪糕竟像活物般微微蠕动。他吓得连连后退。父亲闻声赶来，见他脸色煞白，忙问发生了什么。杰克结结巴巴地说雪糕自己在动。父亲狐疑地看了看冰箱里面，一切如常，雪糕静静躺着，毫无异样。他立刻认定儿子是在胡闹，便把他赶回房间睡觉。天气燥热，父亲顺手拿出一只那款雪糕吃了起来，没想到味道竟出奇的好。第二天，哥哥也从冰箱里拿了一只，杰克急忙劝他别吃，坚称这雪糕有问题。可妈妈以为他只是嘴馋，二话不说塞了一口到他嘴里。杰克哪敢下咽，眼睁睁看着哥哥毫不犹豫地吃下去，他急得大喊：“这雪糕有毒！”可家人谁也不信。无奈之下，他一把将雪糕打翻在地。没人知道的是，这种诡异的雪糕最初是由一位老头发现的。那天，他看见地上一只掉落的雪糕竟在自行蠕动，出于好奇，他捡起来尝了一口，味道竟异常鲜美。消息很快传到一个贪心的老板耳中，为了谋取暴利，他竟将废弃的矿场改造成雪糕工厂，用这种零成本的原料大规模生产。新品上市后，因口感绝佳而迅速走红。老板还请来模特代言，销量节节攀升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囤上几只。孩子们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嚷着要买这款雪糕，杰克家里也不例外。父母把原本的食物全扔了，冰箱塞满了这种雪糕。更可怕的是，全家人都像上了瘾似的，把雪糕当饭吃。父亲劝杰克尝一口，但他死活不肯。刚跑出家门，就被哥哥强行拽了回去。父母端着雪糕步步逼近，命令他今晚必须吃一口。为了不惹怒父母，杰克只好接过雪糕，转身溜进卫生间，迅速把整只倒进马桶冲走。可诡异的事发生了，马桶里的雪糕竟开始蠕动。杰克吓得立刻按下冲水键，眼睁睁看着那团活物被卷入下水道。为掩人耳目，他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泡沫胶，捏成雪糕模样。可刚咬一口，难以下咽的味道让他差点吐出来。父亲察觉不对，尝了一口后顿时怒不可遏，这根本不是雪糕。家人立刻追出门，逼他回家纠正错误。杰克哪敢回去？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辆小汽车疾驰而至，救下了他。司机名叫尼克，是当地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。得知杰克的遭遇后，尼克神情凝重，他早已怀疑这款雪糕有问题。它不仅令人上瘾，长期食用还会逐渐控制人的大脑。两人决定联手调查。当晚，尼克在旅店休息时，枕头下突然冒出一团雪糕，猛地糊在他脸上，他瞬间窒息，滚落床下，在地上痛苦挣扎。女友见状，果断将一瓶酒精泼在他脸上，点燃火柴，烈火灼烧十几分钟后，那团雪糕才被甩到墙上。更骇人的是，被火烧的雪糕竟发出凄厉惨叫，还在墙上不断增值。尼克赶紧扔出打火机引燃整面墙，趁乱逃出旅店。意识到事态严重，他们连夜乘飞机赶往雪糕工厂。途中，杰克在机上睡着了，可一觉醒来，却发现机长已被雪糕杀死。眼见那团蠕动的怪物朝自己扑来，他果断打开机舱门跳了出去，趁乱钻进一辆停在工厂外的运雪糕铁罐车。不料工人随即关上舱盖，他被困其中。与此同时，尼克也潜入工厂调查，却发现车间干净整洁，毫无异常。他们推测问题出在原材料上，于是深夜潜入废弃矿场。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，成堆的雪糕原料正在地上蠕动，仿佛即将进化成人形。尼克迅速换上工装，潜入矿洞深处，安装了定时炸弹。就在此时，工人们启动阀门，开始将原料泵入铁罐车。车内，杰克被源源不断涌入的活体雪糕包围，惊恐大喊。幸运的是，尼克听到呼救，一拳击倒工人，夺过卡车，驶出矿洞后，他果断按下引爆器，轰然巨响中，整个矿洞被彻底掩埋。在荒野中，尼克救出奄奄一息的杰克。虽然原料被毁，
但他们知道工厂里肯定还有存货。次日，尼克找到昔日的老战友一位军队司令，将雪糕的真相和盘托出。司令当机立断，率军突袭雪糕工厂。然而，当士兵们击倒工人后，却发现他们体内流出的竟是雪糕。众人这才明白，这些工人早已被雪糕寄生吸干。意识到危险，尼克拉起杰克准备撤离，刚到门口，却迎面撞上一大群活体雪糕。两人仓皇逃进车间后门，勉强脱险。而雪糕已开始猛烈撞击墙壁，当场吞噬了2名士兵。紧接着，更多雪糕从仓库涌出，司令果断下令全面反击，炮火轰鸣中，整座工厂化为废墟。为防止灾难蔓延，尼克火速赶到电视台，向公众揭露雪糕的真相。人们终于醒悟，纷纷将家中存货扔到街头，彻底销毁。故事的最后，那位贪心的老板被警方逮捕，等待他的将是牢底坐穿。影片至此结束。